如今乳形每斤60钱，这冰糖葫芦竟只卖5钱一串。这个不是乳形做的，这个是扬州来的蔗糖，也不便宜。不过做糖葫芦只用在外面覆盖薄薄一层，用不了多少。小朋友们都爱吃甜嘛，做糖葫芦便可用最便宜的价格，让全永安的小朋友都吃上糖。泱泱除外，他吃糖已经够多了。小朋友，这词倒很有意趣，听着像将来店里的客人都当做朋友。孩子呢就是小朋友，别的客人就是大朋友。你和你家里人总有这样那样的词，有时候我会以为你们与我不是一朝的人，但总是更有趣，会令我想就这样一直下去，和你们，和你，永远都不要改变。我来吧。怎么只有你一人在14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夫子，阿兄便都带泱泱去见见。阿姨阿娘对阿兄不放心，便也跟着一块儿去了。阿元染了风寒，我便让他别管店里，去看医师了。我去做菜了。寂寞余晖在眉宇，风一摇摆，云下绚丽。听，一次相动就一醒，真情或只可回忆。朦胧是你，清晰是你，无力叹息，月下见你影。我的老天爷呀！妈耶！这祖宗的手也太巧了吧！啊，就这洗碗机，那第一个造出来的再过1000多年才出生吧？我的天，他一个古人，他这也造得出来？我说我现在严重怀疑祖宗他也穿越过来了。不是，是我之前吐槽洗碗太辛苦，我就顺嘴说了一句我老家有个机器叫洗碗机，然后我就顺手画了一个简单的图纸，谁想到他就给做出来了。那祖宗对你太好了，他这不公平啊！我扫地也挺辛苦的，也没见他给我造个扫地机器人啊。哎呦，真别致啊！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，真好看呢。沈娘子啊，你家14门口那个雪人好生别致啊！今日啊，我与2位娘子相约着过来吃饭，听说你在后院，就过来看看。这大箱子是何物啊？这是……诸位娘子有所不知，此物呢名为洗碗机。洗碗机可以洗涤碗碟，这样冬日呢手就不用碰冷水了。哎呦，这么神奇！你们家怎么吃的也好，用的也好，怎么总能搞出些稀奇有趣的玩意儿来啊？哎，这东西想必是沈家杰郎造的吧？那还用说啊？说起来，沈郎啊，你条件好又有学识，怎么就没想着再娶一个啊？我还是想以事业为重。不着急，泱泱还小，沈郎是顾及女儿。倒是沈娘子，婚事着急了吧？是啊，沈娘子也该为自己考虑了。听说前几日，连那桂香酒楼柳家的提亲都拒了。这柳家可是数1数2的大夫之家呀，连这都没看上。那沈娘子，你喜欢什么样的？喜欢什么样的？说说，我给你介绍呀。说。就是阿基，我都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。是害羞了。我喜欢，相信我的。那少允是希望我们赢，还是他们赢？我赌你们赢。能记住我说过的话的。那晚你画的简单，也没说太多。我思来想去，还是不知道如何能让它自行运转，只好退而求其次。做了一个手拉转箱，不管有多难，都不会为了保全自己就丢下我的。快抓紧我！少爷，救我！我用性命保证，你绝不会有事的。
没啦？还有吗？哎呀，少爷下班不是下职了啊？少爷，那咱们走吧，走吧。我方才见外面有许多人买糖葫芦，却无人应，就来后院看看。没人？嗯，不是，我去看看。谢谢少爷啊。郎君，郎君，郎君，那柳三郎找上门来了，现在正在园子里跟沈娘子说话呢。知道了。这就完了？你不赶紧去听比角啊？我为何要去？你就别再搁那个纸了。反正长公主总会把萧驸马的匣子给咱们，撬萧驸马那锁容易得很。现在火烧屁股的是登门撬墙角的柳三郎啊！沈娘子想去见谁不见谁，全凭她意愿，与我何干？哎，郎君，你能别装了吗？你那心思根本就藏不住。哎，那沈娘子送你的衣裳，就那么宝贝的叠着，送你这靠垫儿，你看，我碰一下你都不让。还有那杯子，整日就那么捧在手心里头，我就是再笨，我也瞧得出，你喜欢它。急死我了！某是家中独孙，还一直不曾婚娶，阿翁才会如此唐突，贸然上门提亲。老人家着急嘛，误会了柳郎君的心意，我不会放在心上的。虽然阿翁上门提亲一事，并不在我预期之内，但这门亲事，却希望沈娘子放在心上。啊哈！这些话，本该等一切准备妥当之后，请一关梅娘子来讲，但如今，我只好后言自己说了。我今年26，祖上世代都是永安人，家中经商。哦。除聚县巷桂香酒楼外，还有75处田庄，98套宅院，632间商铺。你这么有钱？等等，这个笑，莫非代表着女人满意你所看到的一切吗？我说这些，绝非一时冲动，是希望沈娘子能够慎重考虑你我之间的事。你为何想娶我？沈娘子天资聪颖，经商手腕更是我平生所见之最。你我本来就要联手，若再成了婚，同盟更是会长久稳固，我们很合适。是因为合适？沈娘子应该看得出，我并非迂腐之人。寻常人家男主外，女主内，我却想与妻子一同抵御风浪。娘子有口齿，有手腕，我们当然很合适。你我的姻缘，便是桂香酒楼运家14的睫毛。韶光，等咱毕业了，你就不用天天回你家小餐馆了。以后我出去赚钱养家，你找一份稳定的工作，照顾家里，我会对你好的。沈韶光，我现在是有好工作的，和你不合适。本来你自己离开，还能留个好印象，非要我说出来弄得这么难看，就是不懂事。柳郎君，是我不能答应。柳郎君家世又好，品行又端正，是不可多得的良人。但我与你对婚姻的看法实不相同。沈娘子，不必这么快宣召托辞。我明白，事出突然，但你我二人确实合适。不然，沈娘子再多几天时间考虑。抱歉，我已经想好了。柳郎君稍等，当时刘老走得急，我没来得及将喜饼退还，这就去取来。
少尹，少尹怎么在这儿？这是我家，我路过，也实属寻常吧。哎，柳郎君，天色已晚，园子又大，路不好找，我送您出去。不送。这边，请。哎，走走，这边。我只是出来散步，没别的意思。散步，散步好啊，好散步。等等，少爷，手怎么了？快入冬了，就冷水洗碗，发红嘛，难免的。可惜这里是永安。要是在未来乡就好了，未来乡有一个机器叫洗碗机，可以自行洗碗，这样冬天到了也不用碰冷水，手就不会生冻疮了。洗碗机？那是什么样的？就是一个方方正正的金属的，然后呢，哎呀，这样吧，我给你画一下。这样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它这儿呢有一个管子可以自行饮水，这儿有一个管子是下水的，这里有水流就可以自行冲刷，就这样自行洗碗了。这东西好生厉害，但它要怎么自行动起来呢？少尹这个思考就是引起人们走向未来乡的原因。不过永安没有这个条件，估计还是得人手动去拉。你很喜欢这个洗碗机吗？哦，以前家里没钱，买不起洗碗机，我就想我要赶紧长大，自己赚钱买。然后我好不容易长大了，赚钱了，我买了洗碗机，就来了永安，结果再也用不上了。我因为这个还挺难受的。那我家里人都觉得不过就是一个洗碗机罢了，怎么会不开心那么久？小时候一直想要却不可得，就会执念格外深吧。而且，你这不是从来没有得到过，是拥有复又失去，当然会更难过。月落映成霜，红泥为炉火，一骑相思中一壶红豆，心田烈火冷了愁，抬眸间醉望白头，不如把未尽的红尘长投入河，下雪都是歌，到尽头却说不要让真情红灯后，相逢心痛许我明早还要出发，我先走了。手怎么了？小时候一直想要却不可得，就会执念格外深吧。而且，你这不是从没有得到过，是拥有复又失去，当然会更难过。
刘长，我想清楚了，我心悦沈韶光，等到查明真相，为崔家证明之后，我去向他提亲。郎君，你终于想明白了啊！太好了。可若是沈娘子不喜欢郎君呢？那就让他去找自己喜欢的。我只是出来散步，没别的意思。我明早还要吃饭，我先走了。也许我能让他心里有我。哇，这又是什么新鲜玩意儿？好生有趣啊！回殿下，这是民女一家新研制的小吃，名为冰糖葫芦。冰糖葫芦？这竟是糖？正是用糖熬制成的糖浆。竟然能将糖做成如冰般薄脆，还裹附着山楂。殿下喜欢就好，山楂开胃健脾，冰糖生津止渴。我们还打算多做一些花样，在店外的档口售卖。殿下若喜欢，我到时候再送些来。好呀，好呀。殿下，可有查出些什么来？木盒上的手印，长约7寸，宽约3寸，可推算得贼人应是男子，身高6尺有余。府内人丁身高6尺的，少说有10来位。沈娘子不必惊慌，府内今日遭了贼，损毁了驸马的一只木盒，偷走了里边的东西。本宫为了抓贼，命人锁上了院门，将大家都聚拢在一起，导致现在都没有人服侍，恐这一时半会儿的还走不了。无碍的，殿下喜欢我们家吃食，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不过刚听少尹说有嫌疑的有10数人，这便不好盘算了。那木盒上除了手印之外，可有留下指纹？指纹？这是要干嘛呀？回殿下，民女是要取指纹。前朝早有发觉，每个人纸上的纹路呢都有这个罗基之分，契约文书也多用指印按压，那纹路便可以辨明每个人的身份。你们方才说这木盒久无人触碰，发现被盗后，你们都没有碰过上面的锁，那这上面的指纹肯定也是同一个人的。有了，这是洗碗机。若没有你帮我验证指纹，找到犯人，我绝技追不回那木盒里的东西。为了感谢你，我想送你一件礼物。
洗碗机，那是什么样的？这样吧，我给你画一下。它这儿呢有一个管子可以自行饮水，这儿有一个管子是下水的，这里有水流就可以自行冲刷。你真做出来了？我只是随口一说的。那晚，你画的简单，也没说太多。我思来想去，还是不知道如何让它自行运转，只好退而求其次，做了一个手拉转箱。要不要试一试？我方才从大堂拿了几个碟子。这是水阀。试试。真的能洗碗哎！当然。少爷摸索着做这机器花了很久吧？没有耽误你的正事吧？没有，这很好做，不耽误。这是做洗碗机伤的？不是，是在京兆府修椅子不小心划伤的，和洗碗机没关系。京兆少爷还要亲自动手修椅子？是啊，就不麻烦别人嘛。少光，你是不是心里多少也是在意我的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一点都没有，一点都没有，我从来都没有。人家，冰糖葫芦怎么卖啊？来了。